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的1B04也是终于全卡了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1B04的补强梳理。首先还是给这次1B04的整体基调做个总结。如果你是玩 OP13、OP14 的领袖的话，又可以跳过了啊，就是伊姆、老沙、鹰眼啥的。艾斯和女帝比较特殊，我之后会说。然后就是如果你玩的是今天梳理中我提到的领袖的话，那这个盒子对你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我个人觉得这弹只要是吃到了补的领袖，可以说是补的都还挺到位的。就拿我最爱的皇子克拉松举例吧，1B04虽然只给补了一张，就是这张6费的南罗 TT。如果最近小伙伴们有来北京出行的计划的话啊，千万别去南罗。南罗古巷也就鸡翅果还凑合能吃，其他真不太值当的。说回来，就是这张 TT 人对我爱罗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补强。首先，虽然他是个6费人，但是对于克拉松来说，他5费回合就能登场，相当于是5费占了个8000人，比所有角色都大了一圈，还是个阻挡者，大概率能瞟到一脚还不会被解。再加上登场效果既不亏牌还不亏节奏，以及现在的克拉松3费有4罗，7费有8罗，差的就是这么个5费的6罗，整体节奏就会特别的立体了。甚至欧美那边一出就出现了上位，只能说设计师是懂怎么设计卡的，而且卡图挑选的还是最经典的场景进行的设计，这波更是粉丝究极狂喜了。以点带面，咱们就能看到1B04整体的单卡质量和卡图其实都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个漫画科比有点一般，其他的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咱们就跟随我的脚步，看看你心仪的领袖有没有得到补强吧。顺道先把你的3连给我啊！接下来咱们先聊聊本弹的新头 EB04001 红黄波妮。领袖技能，对方回合中我方生命卡牌不多于1的场合，此领袖力量加2000。启动主要每回一次，本回合中对方最多一张角色力量减1000，之后我方生命卡牌为2或更多的场合，可以将我方生命卡牌最上方的一张卡牌加入手牌。首先就是头的效果，我觉得还挺强的，是个4标头该有的强度，解怪相当于是6000头，防守是7000头，并且还能主动控血，等于是自己想什么时候7000头就能什么时候7000头，效果上来说肯定是没问题。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红黄配色的资源问题，毕竟咱们有红黄大伯、红黄贝蒂的先例在嘛。然后就目前给波妮出的卡来看啊，一共11张，确实是真不少啊。但是比较厉害的就那么几张，咱们快速的过一下。首先是常规的1费检索，看似找草帽或者艾格赫德，波妮海贼团正式解散。首先设计师是想让波妮玩草帽或弹头轴的，至于之后是不是这个轴，咱先不做分析啊，就顺着设计师的思路先捋下重点单卡。首先说一下咱们的波妮专武 SEC。尼卡路飞啊，真是的，该给路飞漫画的时候不给，很烦。9费登场的12000阻挡者，再配上9000头带来的绝佳防守能力啊，还给路飞看看真是直呼内行。至于为什么是波妮专武，因为目前来看，也就波妮能比较收放自如的把自己控在1血，而且也是比较想让自己保持在1血，换在其他的领袖可能都会稍微有点麻烦，因此其他领袖可能1到2，但是波妮可以2到4，我觉得泛用，但是给波妮很厉害。然后就是本期黄色的 MVP 单卡啊，5费黄猿，不是哥们儿，我现在都怕艾尼路又要重出江湖了。空血艾尼路上俩这个，直接硬扛你5角啊！啥领袖要求你必须6角公平才能打死我呀？太吓人了，真是。就是如果说为什么波妮不能舍弃艾格赫德的检索词条，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了这张黄猿太强了，真是他才应该是 SEC。跟黄猿效果差不多的就是这张7费的大熊，相当于波妮可以直接579的节奏，然后血全吃，攒一把手牌，一直9000头给你打。前面先靠黄色的奶血赚资源，后面靠9000头节省资源，最后靠1对112打死你。我觉得这是目前我看下来波妮可能比较舒服的节奏。下一个是这个艾米特，我觉得这张会是个比较有争议的牌，全程减3000这个确实厉害，但是最后1血才能跳，这点就很尴尬。首先是最后1血才能跳，就我觉得相较于波妮可能更适合艾尼路，但是艾尼路又没有原本力量12000的角色，所以定位就极其尴尬，可能是为了配合这次新出的事件啊，这张鹰枪乱打给做上去，但是这个事件啊，我也觉得好弱啊，大概率不带。所以虽然我觉得这个艾米特很厉害，但是整体定位啊好尴尬。最后是红色的压轴好戏，我觉得这次红色补强最厉害的单卡啊，7费索隆啊，真的是伟大无需多言，太强了啊，写在脸上的强。7费上这个可比刚才的大熊厉害太多了，7费就开始9000头跟你打了，想想都吓人。然后还附带了一个速攻角色的效果，但是相较于波妮来说，我觉得这张卡给 S 用应该更厉害，尤其是打鹰眼，因为波妮后面肯定会更希望是路飞连拍去做9000头，索隆肯定
定也会带满，毕竟这样下限更高嘛。但是对于艾斯来讲，甚至说其他的任何红色领袖来讲，这张卡都是非常超模的存在。之后我应该大概率会想办法在艾斯卡组里塞4个进来，并且1B04还出了一张新卡，就是这个7费的卓夫，相当于是现在的红色领袖都可以做9000头了。这要给波尼用就是11000头，红色真是往脑袋越来越大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啊！说到这个卓夫，顺道说下我对这张卡的看法，毕竟是最后一张公布的嘛。我看到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的红山治，因为只有他是上来不用愣一个回合，当场就能打出去，我觉得对山治的帮助还挺大的。唯一问题就是不吃检索，不过后续正好公布了东海的克里克这个新头，克里克我觉得应该也会用得到，毕竟克里克一看就是个强绑东海的头，就看检索出来什么颜色了。就是其实红色都能做这个9000头了，但是我觉得要愣一个回合还是太呆了，还是在红山治里面用。说回波尼，也给波尼出了个山治，就是这个4费山治，铲子哥同款效果。我觉得主要是内战多的话会比较厉害，其他的卡我觉得就都不那么厉害了，就都放在这里咱们看看就好了。新头说完，剩下咱们按照补强数量进行下梳理。为什么要按这个顺序呢？因为这样咱们上来就能聊聊咱们的老大科比了。独树一帜的给了5张新卡，对啊，这个 TTR 虽然有那么点强行啊，但是你别管科比是不是能用吧。当然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给女烟鬼用的，因为面对伊姆时8000的被减2000的话就变成6000了，比头小了保起来就很难受，但是9000的减完跟头一边大就还行。最后正经的4张补强里面2张厉害，1张可能有用，1张确定没用。2000边的西路脉波应该是目前科比能用的最厉害的2000边了，能把最关键的云雀拉回来，相当于是变相多了个打直的 buff。6费科比就更是这次补强的核心了。首先是1效果的最强的防离场 buff 啊，真正的打也打不死，解也解不掉，甚至连6费的新路脉波的离场都可以用1效果给免疫了，属实变态。2效果更是让科比有了最关键的赚资源的能力啊，太关键了。科比有了资源那真是要啥有啥了，以后打科比的时候可要特别注意了，那些小检索真的是能挤掉就挤掉，不然他场上站俩科比，你上个小检索就跟给他送资源没什么区别了。可能有用的是这张，让我来调教一下你啊。首先是名字好评加1分，然后这个打直的效果你还真不能说没用，毕竟现在科比里的大稳单卡都是给不了打直的效果了，非常依赖3费准时有云雀，一旦找不到还真挺麻烦。基于这点考虑是有可能下进构筑的，但是科比卡位也是非常紧张，能不能给他位置还真是有待商榷，所以是给了个有可能有用。多尔肯定下不进去，过。黑色的介入奇也有了4张新卡，但是这波补的确实是有那么点一言难尽哈。因为我真正觉得有用的就2张，3费的长颈鹿相当于是本家的达斯奇，但是却只防效果 KO 啊，蓝色这样解你多少有点憋屈。4费的陆奇就是设计师想挽救陆奇的一种方式吧，就是给你打肉搏，就是类似之前黑胡子的拳王思路一样，但是一个是没有巴杰斯的那种抗性，然后是也没有巴杰斯那么高的战场浓度，因此目前单凭这张我觉得陆奇翻身还是任重道远。紫色的百兽团也给了4张新卡，我按照我认为的最厉害的从前往后过一下。1费的奎因就是既能帮助绿抽又能帮助跳费，之后的紫色百兽应该大概率都会下满它，尤其是如果鬼岛退标了还不给新鬼岛的话，跳费就只能用这个奎因跳了。不过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它叫奎因，不能被黑色的奎因检索拿，就很气。然后是这张6费的劲，首先这个 KO 可以是物理 KO 也能防，就比刚才那个长颈鹿可厉害多了。2效果相当于直接再跳2动，咱就算笔账啊。3费可以用鬼岛，还有刚才那个奎因，相当于直接稳定到6费，然后6费上这个劲再跳2费，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鬼岛，下轮都10费了。1360的这个节奏应该是现在没人比得了的，所以我觉得 EB04 之后的凯多合进应该确实还挺好玩的，毕竟这才是紫色该有的样子嘛。趁着凯多头没退标啊，且玩且珍惜。下一个是7费的凯多，1效果是同款的防 KO， 也就是说10凯掀桌子的时候，只要自己东够就可以指掉对面的场，自己的场面还在。2效果是速攻加过个鸟圣，10费正好配合乌索巴把伊姆2枪都过了啊，相当给力了啊，受死吧伊姆。新出的事件更是连艾斯的石胡子都能给你过了，我都不敢想之后凯多的斩杀线得有多高，唯一问题就是加3000加的有点少，现在的领袖手挡11000多少还是有点简单的。我个人觉得这次紫百兽的补强其实基本都能下进构筑里面，我现在就要开始祈祷了，给我个新的紫凯多头吧，求求你了，我真不想玩金啊。
红蓝微微作为EB 的领袖，肯定也是依旧要给补强的。除了这个3费的伊卡莱姆啊，说实话我都忘了这是谁了，不过也确实没什么用，毕竟微微这个头也不需要铁动。但是恰卡帕鲁这对双人 TT， 我觉得还是很有强度的。微微卡组里你就可以当做是8费9000登场抽2的速攻双攻，这一脚下去，伊姆魂都要给踹没了。之前很多时候微微打伊姆很容易就差这一血打不进去，所以可以说是关键补强了。相比之下，七微微我觉得虽然也厉害，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厉害，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弥补一下先手的7费节奏，让微微先手的武器节奏更扎实。打对面一手这个你就当是个天头吧，我觉得稍显一般，毕竟是对手自己选，要是消极幽灵那种随机的啊，那起码能高个1分2分的。最后的这个蒂拉戈坦阿拉巴斯坦终于有过强了啊，巨大补强，1-0-4的微微终于有了面对伊姆的一战之力了啊，非常关键，比之前那堆破烂2000边厉害太多了。然后说到这张卡了，正好说一下蓝紫山治。我之前一直好奇这个3费的紫山治为啥给了个阿拉巴斯坦字段啊，这下明白了，给了蓝紫山治一个过强。好啊，这下山治终于也能踢风脚了。然后这个1费事件虽然是看3，但是堆木这点确实很厉害啊。不过蓝色凭啥能堆木啊，真的是十分好奇了。2效果虽然是加4000，但是要丢一手，比粗碎胜在个能给角色3治，反正冲着1效果之后应该也会下，2效果就当天头吧。3费事件就是个复活啊，触发也不错，对蓝紫山治的帮助我觉得还是有的。而且因为是拉6000力量以下的，可以拉阻挡山治，也算是增加了阻挡山治在山治构筑中的使用空间吧。最后是媳妇不临啊，这个的话相对于刚才这几个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厉害了，我感觉可能不会下，或者是0到1。快速的过下白星和绿肾平的几个因为这个我确实不太懂，所以回头等安神研究完了我就直接照搬他的。首先是对于白星来说，这2个海王类我觉得都是不错的补强，至少不用再拉大白板了，对吧？然后这个小鲨鱼我觉得是有点过强了，它甚至没有要求是原本8000，也就是说之后的红绿罗带上个小玉配合这个小鲨鱼能给对面全杀了啊！硬汉玩家真是吓坏了。这个肾平的话，我想到的是可以肾平死了拉个阿灵死了再拉个杏仁糖，咱就祖挡无穷匮也。不过这个8000没那么容易死就是了。反击事件就是个本家桃园白龙绿肾平，因为头的效果会自己一直有1费，所以还挺厉害的。应该有懂这俩领袖的可以弹幕评论区给大家讲讲哈。下一个是福克西，一共给了3张，一个是新的8费本体登场是抽2扔1横个9又一个打不过石斛的单卡出现了。说实话，虽然我没怎么玩过这玩意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不如原来的7费福克西，顶多是可能把原来的8卡2的那些换成这玩意儿，或者说老杀多的环境用来按他的8费老杀，属于锦上添花，但不属于雪中送炭。但是检索波尔西就是实打实的雪中送炭了，并且最过分的能拿自己，利兹斯真是要被气死了。1费找个3费波尔西，3费波尔西再找个1费波尔西拉出来，甚至头都可以开领袖技能了，因为领袖技能没有角色的费用要求，只要是就可以，所以这张1费的波尔西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了，以至于刚开始出这个体系的时候都不敢给这张1费的检索，等到现在才出，真是孩子死了你来奶了。有了这张1费的波尔西，再看这个星卡大面包就没有那么难以达成了，属于没有其他单卡下的话就可以下他的程度。但是吧，再怎么吃补，我觉得福克西还是不太玩得了。但是相较于同样获得3张补强的蓝青雉来说，我觉得就比福克西强了太多了。首先是这个布鲁古拉斯啊，在别的卡组里是抽1丢1没什么卵用，但是对于青雉来说就是本家白马了，相当于抽1丢1再抽1嘛，就是在转牌了，就很厉害了。然后1效果可以用来拆鹰眼前置那些小检索，还有子明哥的德林杰、艾斯的倚藏还不错，在之前青雉都会带白马的情况下，本家的更可以带了。下一个是5费的藤虎啊，不是这也太假了，我第一眼看的时候真是脸也黑啊，又要被藤虎血手牌了，然后攻击时还能减2000，然后为了让其他人都用不了，全都要丢手啊，我真是咬牙切齿了，不然艾斯又拿走用了。这张藤虎确实厉害，对现在的青雉帮助还挺大的，之后应该都是必满单卡了。最后是给了个事件 S time， 让2个1万以下无法攻击，配合藤虎就是1万2以下。我觉得这张卡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宣判夜火拳的死刑，之后夜火拳应该是必推标了，然后给其他的蓝色街场事件去代替夜火拳，先给青雉来一个，之后15再看怎么给其他的。有夜火拳之前应该是用不上这张的。兔子的话给了3张新卡，最有用的我觉得是这张事件，2费减对面3费，不是凭啥绿色能减费呀？真就是愣抬是吧？5费兔子都能锁10了都，加洛特单压4皇，这是说出去谁信呢？啊，有点假了，有点假了。
然后这个巴菲的大兔子卡图挺好看的，相当于巴菲多三角，斩杀或者让兔子立起来再锁几个都还不错，但是就是对场面比较有要求，没边还卡手，估计之后是个2:3的投入量。最后这个偏母资，就是恕我直言啊，我觉得超普体系就不太适合绿色，绿色的资源太少了，它还要3个场面，然后本身身材实在是太差了，我觉得就是个大号电线杆，然后牺牲了一大堆才换来个减移费，你好像在逗我真觉得给他直接判个死刑。所以兔子就是补了斩杀，补了控场，唯独还是没补充资源，所以估计还是不那么好打。绿色的和之国这次又吃到补了啊，3费的光月寿喜烧是比较泛用的，但是仅凭这一张卡很难改变哥几个的地位。搭配7费菊之城的话，我觉得最好用的是给红绿玉条，因为首先它7费就一定不是给你斩杀用的，就只能是为了让你这个头一回多打几脚用的。那这里面有收益的就只有红绿玉田这一个领袖了，因为红绿玉田的攻击时没有1回1次，等于说可以做个祭天头的玉田出来，就还能在这个环境里有个一战之力了。我觉得也是我目前想到的用法哈，有其他的用法欢迎大家告诉我。跟和之国补的差不多的还有一个红紫基德，毕竟紫色基德海贼团就这一个头，所以肯定是给红紫基德的了。首先是给了个本家的3费布林，还多了一个阻挡者的效果，并且为了让这个基拉能被基拉检索到，特意采用了他的砍人连藏形态啊，他真的我哭死了，考虑的太全面了。这下基德卡组的追毒浓度又上升了，之后大概率必满。下一个这个7费基德，我目前看下来比较厉害的搭配就是拉5费的基拉了，就是能把领袖立起来的这个。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场上存4个这个基德，然后斩杀轮打出去5角2万多的爆炸画面啊，就是搭配这个瓷器魔人2费加5000，过于符合原著了，真的是。要不是红发有见闻色，真让基德给秒了是吧？啊，当然啊，真要操作起来肯定还是比较费劲的，能堆个2个应该就要开始斩杀了。我觉得对于斩杀的帮助还是挺明显的，估计之后环境初期能被基德这样偷几个上位，剩下的都是单给了1张的，或者是给谁都可以的了，咱们过一下。3费的罗就是给红罗补了一个3费5000的同时又补充了个2000边。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张卡的词条王下七武海加超新星啊，这事儿还挺神奇的哈，看看能不能有所发挥的。然后这个奶牛妹配了个露露西亚王国的场地，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就去网上搜了一下啊，结果搜到的是这个地方被伊姆给炸了，我勒个官方地狱笑话啊！难怪给他设计成7费，就为了让伊姆再炸一遍是吧？啊，当然了，伊姆这个事件的原型就是炸的这个地方。关于这个场地，我思索了很久啊，确实觉得没啥用，可能就为了还原一下剧情吧。雷利的这个弟子要出航啊，东用完了卡用，卡图是真欠缺呀！啊，相当于是个本家小玉，只能说是有补就比没补强，只是不知道会挤掉什么卡位。女帝是唯一14头吃补了的领袖了，给了一个5费的女帝，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不一定会下，主要是没有机会用它，5费6费都不合适，后期期望上大哥也不会下的，所以应该就是看个乐。金妮我是没想到会是以革命军时期的状态登场啊，这下好了，波尼亲妈都来了，但是却跟他没关系，主要是弥补个革命军的优质2000边吧。红黑萨伯里可能就是2000边，但是科尔拉里的话可以用来帮助控制手牌数量，相当于在场上多了1费，所以感觉应该是科尔拉会用的更多。说完妈，咱们再说说爹，这个爹也跟波尼没啥关系，还是革命军的。这个就是贝蒂，因为场面往往都会被人处理，而这种有王域的角色，对面可能就不想处理了，所以属于能用的补强，就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玩贝蒂就是了。这张2费的老贝头应该也是给老贝头自己用会更好一点，但是老贝头本身又不缺阻挡者，主要应该还是为了1效果的防离场，属于特定环境的针对卡吧。本期最后一张单卡黑绳大龙卷，这卡我见过，黄色的解放是吧？甚至还不锁头，还只要少1个就行。对于黄色来讲，我觉得比解放厉害多了，因为你黑胡子其实很多时候不那么容易开解放，因为前期需要摆阵铺场，但是黄色本来前期就没啥场面，都是后期大哥，所以反而是比黑胡子用起来简单的多。我没想到防完黑胡子的解放，现在要防黄色的解放了。至此呢，1B04的全卡就带大家梳理完了，补了很多，大部分也都补得很在点子上，也有一些无关领袖吃到的一些红利，依旧属于蒸蒸日上的一弹。唯独这个漫画科比给的，反正我是多少有点不喜欢，为什么不是你卡啊？算了，该开也得开。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